各位朋友大家好哦，今天这一集我们准备进入到内装的清洁与保养哦。上面看到林林总总很多的药剂哦。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摆入这么多东西呢？因为现在新一代的车子里面，他们使用了非常多种的材质，在不同的材质下，我们应该使用正确的清洁剂来做清洁，让它的使用寿命可以有效的延长，跟正确的保养剂。那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就是ASC、TS、LS 跟 ASC 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项目，是它本身针对一个比较敏感的表面，例如说，等一下我们看到萤幕、中控台这个地方，我们只会用到 ASC， 其他地方几乎用到 ASC 哦。然后 MGR、GS、P0， 我之前摆出了2支 GS 跟 P0 出来哦。为什么同时摆这2支出来？因为很多人问我们说，可以用 GS 取代 P0 吗？严格说可以，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GS 的泡泡的含量会比 P0 来的高很多。所以你们可能会不停的在擦泡泡。当然，遇到很严重情况之下，有时候 GS 会比 P0 好用。例如说，在内里翻新的过程中，它可能就需要到比较大量的泡泡把脏污带走。最后一个是 FW 哦 ，FW 是一个我们比较新进来的产品，它的主要用途是在于织品的去污跟除垢跟脱脂的部分。工具上面我们会使用到一个马毛刷，还有上一次我们清车身表面的时候出现一个软毛的小牙刷。再来就是我们在刷洗皮椅跟一些内饰板会用到上面的一个 interior scraper， 然后我们还有2个小海绵，然后跟一桶水。好，等一下我们进去车内里面来帮大家做个讲解哦。好，我们在开始清洁之前呢，我们进来到车里面，这台是一台 Porsche 的 Boxster 25周年版本哦。针对于其他的车厂里面，其实他们所使用的材质会更花俏，或许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品牌哦。尽管它中规中矩，我们可以看出它在现代的车辆里面，他们的材质使用的层面非常的大。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从最基本的透明 PC、透明的塑胶、真皮，这边有绒布漆、泡棉射出、电镀银，这边的金属铝件，这么多的材质，这也是呼应了我们刚才为什么说我们在清洁内装的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么多种的清洁剂。当然，你可以使用一种叫做内装清洁剂，但这个东西在我们 Porsche Cayman 里面，它的逻辑是不存在的，因为正确的材质需要用正确的清洁剂来使用。例如说，像这些按键里面，假设它上面我们沾到了油，沾到了食物、油脂这类部分，你用内装清洁剂去喷它的情况之下，它会不会去腐蚀我们内部的电路呢？这些内装清洁剂能不能够保护你上面的熔皮漆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遇到一些环保材质在常年使用之后都会有发黏的现象，它通常都是一个不正当的清洁所引起的结果。等会我们就来示范，在每一个材质里面，我们该如何依序的来清洁它。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内装清洁的环节哦。那内装清洁里面，首先我们要来去分析说，一个正常的车辆使用里面，在什么地方之下会出现什么样的脏污，这才能够让内装清洁的过程里面使用最少的清洁剂来去清理你的内装哦。因为总不可能什么样的材质表面都喷上很多的泡沫在那边清，那第一时间会花得非常的久，第二是你可能达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而且可能会损坏你内装的一些部件，因为内装部件通常它的空间很小，外加你很多的部件都很精密，包含那里面还有电子零件这些东西，它都不适宜用太大量的水或者是清洁剂去做清洁的动作。以这样的结构之下呢，我们再分内跟外，这边是内，这边是外，意思是说我们在清洁的时候，我们的顺序是由上到下。那因为这台车是敞篷车，所以它没有上，所以它只有下。我们刚好就跳过这一段哦。那我们就是从上依然是有，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做清洁，这边开始做清洁，然后到内到外。在清洁完之后，我们再退出来去清洁我们的方向盘，清洁我们的座椅，清洁我们的门板，依照这个顺序里面做清洁。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里面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通常在我们的中控台上面，大部分产生的是灰尘，90%都是灰尘，很少人会一边开车一边手放在这边摸东西，摸来摸去，除非是有小朋友。那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在这边可能会比较常在这个地方摸来摸去的情况下，这边就会产生一些手印。那手印情况下，当然我们就必须使用 P0 这样的产品。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选择，就是可以选择使用 ASC， 它依然也可以去清洁我们的手印的部分跟轻微表面上的处理。ASC 是我们在 Porsche Cayman 里面算是最温和的一款室内清洁剂哦。它还有一个特性是，它是可以使用在这些敏感表面上面，甚至今天的液体如果渗进到我们的按键里面去之后，它是会自动挥发掉的。所以不用担心说，等一下会给大家示范使用刷洗的方法，在刷洗的过程之中渗到里面去会不会产生比如说短路啦，或者按键不灵敏这种问题哦。所以
我们今天在前期的过程中做一个基本清洁情况之下，我们会以 ASC 当做一个主要的清洁来源。首先我们在清洁前面内装部分，第一件要事是我们必须先除尘，能够除尘部分我们尽量的先把它除掉。像这些刷毛部分，今天我们可以使用2种内装刷，一种就是绿色的，在我们在刷这些敏感表面的，像按键啦、屏幕啦、仪表板啦，都是可以使用这个，它是非常柔软的，它都不会有任何刮伤的一些问题哦。再来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小的细缝，例如说冷气孔，那我们就使用黄色这个刷，因为它比较坚挺，它是比较坚挺的一种尼龙刷哦，可以深入到我们的细缝里面去做一些清洁的动作，非常好去深入在里面，而且它的刷毛很挺。可以让它是可以这样子再做一个刷动的动作。第三，几乎每集都会出现一个小牙刷，当然这个小牙刷是上次介绍的软毛版本，切记大家不要拿到硬毛的版本，硬毛是拿来刷铝圈的。为什么又出现牙刷呢？因为我们有更小的细缝，例如说像这细缝里面，我们用这个刷，是不是很好用？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使用了不管是这样的刷，或者是这样的刷，都是范围有点太大了，这样的刷情况之下，可以把一些脏东西先把它刷下来。刷完之后，我们在一些像一些比较大的细缝里面，我们先把这些脏东西都先清出来。清完之后呢，我们开始使用我们的 ASC。ASC 我们搭配纤维布，先将它喷湿之后，不好意思哦，因为车内空间操作空间比较少，会有点震动的状况，我们可以由内这样擦拭出来，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用 ASC 在清洁的时候它的干燥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残留物。现在我们从内部我们这边清洁完之后，我们开始转移到我们的这些比较精密的表面，依然我们可以使用 ASC。那我们现在搭配的是这个绿色的刷子，那它怎么使用呢？像这个地方很多细缝嘛，假设说上面有一些指纹啦、油脂啊，这要怎么清呢？你可以用擦的。当然，我们今天试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 ASC 喷在我们的刷毛上面，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几个刷洗的动作。像这个小萤幕旁边常常会卡一些比较脏的污垢，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去把一些细缝都把它刷干净。当然这只能用绿毛，用另外一支黄色的话可能会产生刮痕哦。那我们刚才有说了 ，ASC 它不会有渗透进去会腐蚀的风险，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使用。用完之后我们可以拿布。那你们在布在挑选的时候，要选择一些纤毛比较细微的，它不容易产生刮痕，然后吸水力也不错。最重要的是它很柔软哦。那我们要选择尽量材质柔软的布来去做清洁内装的产品哦。在中控这边，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示意，很多地方往下可以继续依序处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方向盘的部分。方向盘部分它的脏污就会跟前面的中控台是不一样的，是说因为我们的手，有些人会戴手套，但我相信95%以上的人他是不会戴手套开车的，所以上面的就会充满了我们的手汗、油跟我们工作时手的一些脏污啦、食物这些污垢，常年累月的累积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清洁呢？好，我们接下来准备清洁。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方向盘清洁这个流程哦。一般我们会建议是我们先清外面的盘手握的位置，最后再来清盘面，因为我们在清的时候可能会沾到这些部件，等一下再用擦拭的方式把它擦拭起来。今天使用的是 MZR 黄色一体 MZR， 比例是1:5，1的原剂5份的水，使用的是多功能纤维块，它有2面哦。原厂的说法是说，白色这一面呢是负责清洁，黑色这面是负责在吸附脏污的部分。那我们来操作给大家看。今天我们使用慕斯瓶，先在上面挤出适量的 MZR， 然后在这边直接做刷洗动作。其实看得出来已经出现脏污了。好，再补一下。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哦，像这纤维块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角度上面其实是有一些死角的哦。这个时候就要出动我们的小牙刷。小牙刷有什么用途呢？如果是希望清洁的更仔细的客人，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缝线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牙刷来清洁，非常好用，非常有效。包含这个接缝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来刷洗。它很多小地方，其实很多工具都不好进去，这是为什么我们解释的说，其实有时候工具是一个变通的方式，可以使用更简便的方式来去清洁我们想要清洁的地方。那我们现在使用黑色的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吸附的动作。吸附完之后呢，我的习惯我会先使用干布，先把它擦掉。那上面会有一些残留嘛，那我们再使用一块微湿的布，非常轻微的微湿的布。那这块布呢，就是我们刚才上面有喷 ASC 的布，它还是有点湿湿的。我们再做一个很简单的擦拭，它就可以很干净了。这样子就大概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清洁周期。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用保养剂。方向盘呢，刚才我们有在片头开始产品介绍的时候，我们有 LS 跟 TS 两个产品。那方向盘我建议各位使用 TS， 却不是使用 LS 哦。原因是因为 TS 里面，第一，它可以隔绝我们跟外来物的一个直接性的接触，它可以让方向盘比较不容易有根深蒂固的脏污。第二是它本身抗 UV， 但 LS 也抗 UV， 但是 TS 在施作完的表面比较不会滑。那方向盘是非常禁忌有滑的这种感觉的，因为这发生一些交通上的危险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使用 TS， 而不是用 LS。那接下来我们把 TS 倒在我们的海绵上面，用量不用很多。擦完之后呢，一样我们先使用干布。我们只要直接使用干布，稍微做一个擦拭。这样子，我们的方向盘就已经达到一个清洁跟保养的流程了。接下来我们要清洁我们内部的这个地方。内部这个地方其实它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使用 ASC 又出现了。为什么使用 ASC 呢？切记这个表面是一个，你可以摸出来，其实这有一点阻力哦。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绒毛漆的材质。绒毛漆的材质是不能够接受酸或是碱性的任何的产品哦。它最好是使用一个微清洁的方式来处理就好了，使用布来做一个擦拭动作就好了。这样子，我们方向盘就是清洁完成的地。我不知道大家喜欢，有些客户告诉我，他喜欢油油亮亮的感觉。在施作部分，我们本身是非常喜欢这种半消光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做完的结果，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到 P 的清洁与保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贴了一个胶带我们想要分别的用 MGR 1:5的比例跟 P0 1:5的比例来去做 AB 测试测试出来说看两边清出来的结果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MGR 我们搭配的是纤维块 P0 等一下我们搭配马毛刷。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搭配？我们等一下解释给大家听我们先开始清洁 MGR 的部分。已经清出一些脏物出来了，不是很多，但是也是有脏物。好，那我们开始使用 P0。
我们两边都进行过了刷洗的动作，那一样我还是会先使用一个比较干的布，先把脏污跟清洁剂先擦掉。好，目前我看起来两边，就我的眼睛在现场看两边，其实看不出什么差异出来的。中间是我们没有刷过的地方，可以看得出它是比较深层的一个脏污的部分哦。那为什么我在两边使用了不同？P0我们大家知道它比较中性，我配的马毛刷。那 MZR 是碱性，但是我配的是纤维块。P0配马毛刷，马毛刷它本身的摩擦力会比这个纤维块更强，所以我们在刷洗的时候力量会比这个纤维块更大。那马毛刷有个好处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刷洗这过程中，它会连这样的一些气孔部分一起去清洁。纤维块部分我们只能进行表面上的清洁，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气孔里面去。这包含有些女生如果穿了短裙，身上如果有抹到一些防晒油或是隔离霜的话，这个毛孔是很有可能会堵住的。这个时候你们必须使用马毛刷，而不要去使用纤维块，两种的功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借由不同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比较强，配合比较温和的清洁剂，跟摩擦力比较弱，配合比较强清洁剂，出来结果可以几乎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大家在选择工具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现在萝卜各有所好，那看你们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搭配。我们只能告诉各位说，两者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那我们接下来把中间这一块也把它用掉。擦拭完之后呢，我建议各位使用一个微湿的布，尽量把它挤干，把剩余表面的清洁剂再把它擦掉。这个时候就不会有很多泡泡的出现哦，因为假设我们一开始是使用湿布来擦的时候，它会一边擦一边有泡泡，一边擦一边有泡泡，你就会清的比较久。假设我们先用干布把泡泡都先擦掉之后，它就不会有这个状况。那你看我们这样擦一次，它就可以出现一个很清爽的状况。翻个面再擦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上保护哦。保护部分我们使用是 LS 哦。趁现在，为什么趁现在呢？其实 LS 它算是稍微比较有一点油的一种保护品哦。如果你在全干的表面之下，你在擦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涂抹不均匀的情况。这样子微湿的情况之下再擦，它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了。那 LS 有个特色呢，它是属于一种化妆品等级的一种保养品哦。那它可以不会让这些透气皮衣的毛细孔塞住哦，所以我们在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使用了。有些像你们如果使用绵羊油，或者是有些人喜欢使用婴儿油这种矿物基的东西，他们长期使用之下会阻塞这些毛孔的表面。好，平均擦拭完之后，稍微给它吸收一下，把多余的 LS 把它擦掉。当它稍微吸收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干的布。干布在擦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要做一点点压力哦，因为它会有一点点接近，像是一种微微的在做打磨抛光的感觉。它出来的色泽会更均匀、更饱满。大家在擦的时候，不要说这座布这样碰之后，感觉它就在表面没有办法吸收在里面去。那我们稍微推过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座椅的质感上面的呈现上面会更漂亮。现在就是座椅的清洁的一个示范。接下来我们到外面这个塑胶件的部分，它就比较单纯了，只要使用MZR配上我们内装的红色刷子。这个刷子它的细腻度不高，很多刷子都可以使用。刷洗完之后呢，一样的，我们一样使用干布先把它擦掉。干布擦完，再用湿布再擦过一遍。
接下来你们可以使用 TS 或者是使用 CSP 都可以去使用在这个上面，它会产生出高光跟亮边的质感。那因为这质感很接近，我们就不去重复的去测试了。那我们接下来准备进入到门板的部分。好，我们准备开始进行门板的清洁了。那门板的清洁里面呢，门板那边最容易出现的脏污，第一除了灰尘之外，假设在副驾上面，如果你有女乘客的话，就很容易上面会有一些粉底啦、隔离霜啊、手的指纹啊这些油污型的脏污产生。好像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可以看到这颜色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使用 NZR 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清洁。那因为它是平面，所以我们就使用了纤维块来做一个辅助的工具。那我们刚才有说，另外一面可以拿来做吸附的动作，把一个泡泡把它吸起来。下面继续。那因为里面这一段有拍摄角度的困难哦，所以我们这边今天我们都先跳过不做清洁。其实流程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看外面这边就可以了。我的习惯里面呢，我会先把大面都先清干净，清完我们再来做细缝的处理哦。那一样出动我们的小牙刷，这时候我们因为面积比较大，我们比较好操作，我们可以挤一些泡沫在上面，直接这样刷洗。我们就针对于车缝线的部分跟细缝的部分进行处理。然后像这些比较小的地方，刚才工具比较大不容易进去的地方，也可以很好的清洁。像这个细缝的地方，记得我们上次在清那个门缝的时候，我们有教过把毛往内插进去里面做这样的刷洗。当然，我觉得车缝线不需要每一次都清啦。那我们因为是示范的关系，我们就一起把它做一个清洁。因为车缝线其实，当然如果你是白色内装或者是浅色内装，就会变得很明显。那你在刷洗的话，也会更有感觉。然后像下面这个细缝的地方也是可以的。清洁完之后，一样我们使用一条干布，先大热上的擦过一遍。然后再使用我们的湿布。TS 在这个地方的观念其实跟刚才的皮椅观念一样，我们趁现在有一点点微湿，那我们在门板上面使用的是 TS， 是一样的，我们要隔绝它跟外部脏污的一个直接上的接触，那 TS 的效果会比 LS 更好。那我们一样的在海绵上面，趁它微湿的情况之下直接涂嘛。使用完之后，使用干布，让它活而均匀的附着在我们的门板上面。好，目前我们的示范已经到一段落，我们可以发现说，像刚刚的一些指印，还有包含隔离霜、指纹、油脂的部分，已经全部都被我们完整的清除了，而且整个颜色会非常接近我们跟 LSD 的对比的部分，都是一个半消光的情况哦。这个感觉上面高级感，我觉得都还蛮好的。那今天的示范就到这边为止，好，谢谢各位的观赏。